欢迎来到电台，我是 Eric。我们练背的时候，通常喜欢划分为宽度和厚度训练两种类型。宽度可以简单理解为背阔肌的发达程度。背阔肌起自胸腔筋膜，止于肱骨小结节肌。背阔肌如果越发达的话，越能横向增加背部的宽度。而这个背部的厚度主要依赖于菱形肌、斜方肌以及竖脊肌的发达程度。而这个问题往往是很多人所忽略的地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有哪些动作能着重于背部厚度的发展。硬拉。很多人以为硬拉是训练下肢，尤其是臀部和腘绳肌群的动作，当然没错，但是呢并不全面。臀部肌肉和腘绳肌群作为主动肌负责了绝大部分的做工，但是呢背部肌肉在硬拉的过程中需要同核心一块进行稳定，因为巨大的重量会让脊柱屈曲肩胛骨前引。为了保护身体和维持正确的姿势，我们不得不收紧整个背部来让脊柱保持在正常的生理曲度，同时让肩胛骨保持在原位不被拉开。由于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硬拉用的重量都比较大，所以虽然对背部肌肉来说没有足够的这个运动幅度但是呢却能带来足够大的刺激，尤其是竖脊肌。杠铃划船。杠铃划船动作属于非常经典也非常基础的背部训练动作。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就能发现众多大佬将它纳入到了自己的这个训练计划中。杠铃划船分为了宽握、窄握以及反手。这里我推荐正手外加稍宽一些的握举因为如果握距越宽的话，难度越大，肩胛骨中间的菱形肌和斜方肌的受力也就更加明显。反握则更适合窄距如果你握的较宽的话，腕部则容易受伤。要做好杠铃划船，关键在于对这个肩胛骨的控制。下放杠铃的时候，肩胛骨打开；拉起杠铃的时候，肩胛骨用力后收。能挨在一起的话最好，这样才能充分刺激到斜方肌和菱形肌。如果你对这个肩胛骨的控制感不是特别好的话，做动作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后收、如何前引、如何上提以及如何下移，那么建议你先把重量放下，徒手训练一下对肩胛骨的控制。做动作的时候，脊柱一定要保持在中立位，不能弯腰驼背，避免这个下背部的受伤上半身与地面呈30度左右的夹角即可。踢杠划船。踢杠划船是划船的另外一种类型，该动作配有专门的踢杠机，动作轨迹呢相对固定，对平衡和轨迹的控制比杠铃划船的要求要低，所以可以使用更大一些的重量。踢杠机分为有胸部支撑和无胸部支撑两种类型。有胸部支撑的话，显著减少对下背部的支撑压力，可以让精力更多专注在这个肩胛骨的控制上。但是呢，虽然踢杠划船如此有价值，但是在国内健身房却鲜有看到。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建一个土味踢杠机。需要的材料是一根标准的2.2米凹杆，一个 V 字把手和一个固定的锚点。这个固定点可以是墙角，可以是炮台，也可以找个朋友帮忙踩住。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一旦重量大了，那就十分尴尬了。单臂划船。对于单臂划船，我们需要找一个稳定的支撑点，齐腰的高度即可。然后我们用手撑住，核心收紧，背部挺直，不要含胸驼背，下放至接近地面，上行至肘部超过背面。动作顶端肩胛骨需要完全收紧但是切勿利用上半身的转动来进行借力，发力一定要源于背部，肘部不用离身体太远，刚好离开身体即可。单臂划船相较于前两个动作，有更多的动作幅度和自由度，对肩胛骨附近的肌肉刺激极强。该动作的话，建议两侧交替进行，缩短休息时间，因为一侧在做的时候，另外一侧其实已经在休息了，这样不光能让泵感飙升，还能增加单位时间内的热量消耗。以上就是我推荐的，也是我自己经常使用的，对于这个发展背部肌肉厚度有极大帮助的一系列动作。如果有关于动作细节不太明白的地方，可以私信 Eric 或在视频下方留言。另外别忘了关注和3连哦。